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当地时间凌晨0点41分，马航 MH370 号与南航 CZ748 代码共享班机已经关闭舱门，239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民，全部落座。这架飞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按照原定计划将于6点30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但谁都没想到，起飞后不足1小时，它在马来西亚与越南海域的交界处，土著岛以南约的140海里及哥打巴鲁东北东约90海里处，和马国舒巴空管中心失去了联系。这就是当年引起满城风雨的马来西亚航空370号班机失踪事件。2018年5月29日，由于仍然未能找到 MH370 客机的残骸，马来西亚已经宣布停止搜索工作。从马航 MH370 失踪至今，已经过去4年多，将近5年了。然而，据报道，仍旧有不少家属没有放弃寻找事件的真相，他们不断的走访外交部、交通部、马航办公室请愿，每星期1、2次。1年2年过去了，3年4年过去了，但却一直没有回音。尤其对于今年马来西亚公布的 MH370 客机安全调查报告，中国乘客家属有的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仍旧希望大马政府说出事件真相，并且告诉世人飞机仍未坠毁，并让乘客平安回家。因为马航事件谜团太多，尸骸并未找到，官方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家属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亲人此刻仍然生还，事情已经过去4年了，那些人到底有无生还的可能呢？今天红颜秀给大家介绍的新剧《命运航班》就是讲述这样一个奇迹。该剧在豆瓣上获得了7.3分，IMDb 8.0分，烂番茄61%，爆米花85%。很多网友表示，开飞机穿越了，有点像迷失。马航失联事件被拍成美剧。2013年4月7日，一架由牙买加蒙特哥贝前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的蒙特哥航空828号航班突然消失。2018年11月4日，这架于5年前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飞机，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纽约上空。可是机上所有人员都没有察觉此事，时间好似就此停滞。他们穿越了另外一个时空，就像数亿集中记载的那样，王志去山中打柴，关线人对弈，只在山中停留了片刻，实际人世间早已过去了多年。那已经完全腐烂的木头斧柄就是时间的证明，与他同龄的人都已经老去，可是王志却音容如初，未受时间的改变。对于在飞机上的191名乘客来说，他们仅仅是经历了几次颠簸，时间没怎么流逝。但是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世上早已过了5年，他们也已经消失了5年之久。当众人皆以为他们坠海死亡，在无生还的可能时，最初沉眠于悲痛中，举办了追悼会，然后被时间抚平了伤痛，展开了新的生活。这一切也都发生在这5年里。5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或者检验很多事情。比如说亲情、爱情、友情，比如说工作、事业、理想。Mike Allison 梅丽莎·罗斯伯格饰演，在事发前因为一宗意外而苦恼自己是否适合当警察及未婚妻，神秘失踪后归来后的他对生活有了新目标。Ben Stone 他与 Mike Allison 是兄妹，曾经是个情报分析员，重新归来后既需要重新融入家庭，又不得不面临2个棘手的问题：患有罕见癌症的儿子，以及不断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神秘声音。 Grace Stone 在丈夫及儿子失踪多年后，她终于与他们能奇迹般重聚了，并且决定拥抱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Sylvia 在事发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研究生兼医学研究人员，失踪多年归来后，发现自己的工作在医学界有了惊人的突破。Mike Allison
原本他有着一个深爱他的未婚夫，5年后归来，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母亲不幸去世了，自己的未婚夫 Jared Williams 已经放下了他，和自己最好的闺蜜结了婚，并且当上了警探，爱情事业双丰收，他倒显得像个多余人。虽然经历了长达5年的失联，街上的每个人都毫发无损，但是他们都留下了像 Ben Stone 一样的后遗症，出现幻听现象，像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引导。飞机上的乘客所产生的幻听是怎么来的？飞机上的191个乘客将会面临什么呢？他们的家人又该怎样重新接纳他们呢？飞机为何会消失5年之久？是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剧中不断出现的828这个数字究竟有什么含义？这部由 Jeff Rick 执笔 David Franco 导演的命运航班 Manifest 在第1集留下了诸多的悬念，等待着你自己去一探究竟。其实，对于穿越时空这个词，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因为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关于穿越时空的元素。很多观众都想起了2004年播出的4400，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一个被认为是彗星的东西在美国华盛顿州附近的 Cascadian 记忆丘陵放下了整整4400个人，而这些人都是从1946年开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在一束光中消失的。在他们返回以后，所有人都没有变化，也没有人记得失踪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喜欢关注世界未解之谜的小伙伴，可能还听过泛美航空914航班事件。那是1990年9月9日，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控制塔上，有人发现了一架早已淘汰的道格拉斯型客机飞临机场，它就是914号班机。然而，这架飞机是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飞往佛罗里达途中失联的。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该飞机失事坠海，尸骨无存，而如今机上乘客与这架飞机重现世间，一切都和当年一模一样。后来有学者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谎言。然而，对于大多数空难的遇害者家属来说，他们更希望这是真的。虽然客观的世界已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主观世界却因自身的意愿、视野、能力等诸多因素，无法完全囊括或者评判对错和真假。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用眼睛去看，用鼻子去闻，用耳朵去听，但最终所形成的结果是要靠大脑来加工，用心来感受，这就已经是主观的存在了。所以那些看起来不合常理，甚至是有悖于真理的事情，依然有很多人去相信，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红颜秀也愿意相信，那些未被找到的人，那些失踪已久的人，那些离开人间的人，都是在某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时空，或者不同的世界，开始着一段不同的生活。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